内森是一名现役军人，当他在自家车库遭遇枪击后，主要嫌疑人提供了一个让人难以相信却又无法反驳的不在场证据。正当警方不知道该如何调查时，一位身份特殊的电影明星给出了关键线索。根据这一发现，警方终于揭开了案情真相，成功将凶手一网打尽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。该市位于内华达州东南部，靠近亚利桑那州的边界，人口大约283万人，隶属于克拉克县，是该县的县治，也是内华达州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城市。主人公内森出生于1982年2月12日，他是土生土长的关岛人。虽然关岛不在美国本土，但作为美国的非合并属地，内森一出生就拥有了美国身份。大约在15岁时，刚刚步入高中的内森与同班同学米歇尔成为了恋人，两人的感情十分甜蜜，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产生了结婚的想法。不过后来由于米歇尔意外怀孕，加上他们的经济能力无法同时满足结婚和生育子女，因此内森和米歇尔推迟了结婚时间。2000年，刚刚成年的两人迎来了第一个孩子丹农。尽管当时内森还很年轻，但父亲的角色让他瞬间变得成熟。为了给家庭提供稳定的生活，内森在2002年应征入伍，成为了一名军人。也正是这份职业让他们全家搬到了美国本土。2006年，内森在服役的亚利桑那州与米歇尔登记结婚，同年他们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。2007年，也就是生完第二个孩子后不久，内森在军队获得晋升机会，他从一名普通士兵成为了战斗机中队的后勤士官。随着军衔的提升，内森的工资有了明显提高。当生活变得安稳后，这对夫妻很快又生下了2个孩子。截止到2009年，时年27岁的内森已经是4个孩子的父亲，驻扎地点也从最开始的亚利桑那州调到了隔壁内华达州。为了感谢妻子米歇尔多年来的辛勤付出，内森掏空积蓄，在拉斯维加斯贷款买了一套2400平方英尺的大房子。然而内森原本出于好意，想要改善家人的居住环境，但这个欠缺考虑的决定却给他们家带来了很大麻烦。当时内森的工资大约$4000左右，这些钱很难支付房贷和生活开销。为了维持正常生活，原本全职在家的米歇尔不得已找了一份兼职工作，而内森也为了多赚钱，在2009年6月接受了前往伊拉克的海外任务。然而尽管他们想尽了一切赚钱的办法，但仍然难以改变现状。内森和米歇尔也因为这件事情感情发生了微妙变化。2009年圣诞前夕，内森提前结束海外任务，回到美国与家人团聚。原本他想借此机会改善与妻子米歇尔的关系，但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状况。回家仅不到1年，内森就在一次准备外出时失去了年轻的生命。2010年12月1日晚上11点30分，当地警局接到了米歇尔歇斯底里的报警电话，称她的丈夫内森刚刚在自家车库遭遇了歹徒枪击，急需紧急医疗救助。Okay. Oh, is he awake? Is he talking to you? No, he's not talking. His eyes are open. Oh, God, please. Quickly, we need to start doing CPR right now. Okay. Oh. 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。当时内森正躺在室内的车库门口，他的4个孩子和妻子也都在旁边。尽管米歇尔没有中断对内森进行心肺复苏，但由于伤势过于严重，年仅28岁的内森在送往医院途中失去了生命体征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封锁现场，开始介入调查。他们首先询问了米歇尔事发时的情况。根据米歇尔的说法，这天晚上是内森去军事基地值班的时间，正常他应该在晚上10点左右出发，但内森最近可能太过疲惫，不小心睡过头，他在晚上11点30分才刚刚起床。由于已经错过了交班时间，内森首先给上司打了电话说明原因，然后急忙跑到车库开始换衣服准备出门。
也就是这时，正躺在床上休息的米歇尔突然听到车库传来了2声枪响。当他来到车库时，凶手已经不见踪影，而内森也已经倒在了车库门口。随后米歇尔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米歇尔的说法得到了相关证据支持，警方在事发车库发现了一滩血迹。从现有情况来看，内森应该是坐在板凳上穿鞋时遭遇了歹徒枪击。他在中枪后尝试过逃跑，但由于失血过多，倒在了车库门口。最开始警方怀疑这可能是一起抢劫引发的命案，因为拉斯维加斯毕竟以赌博闻名，来往的人员也相对复杂。但通过进一步勘查，他们很快发现内森的钱包没有丢失，车库中也没有遗失其他物品，这表明凶手不是为了抢劫，更像是出于报复。于是警方再次询问了米歇尔，内森是否与人有过恩怨。米歇尔表示，内森是一个正派诚实的守法公民，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，交际圈也相对简单。不过最近1年多，他们因为买房导致财务状况出现问题，内森经常因为缺钱饱受困扰。尽管米歇尔无法100%确认，但十分怀疑内森可能借过高利贷偿还房贷，这可能是导致他遇害的原因。警方跟进了这一线索，调查了内森最近1年多的财务状况，结果也正如米歇尔所说的那样，内森每月的工资基本都花在了偿还房贷上，没有任何结余。不过警方并没有找到内森借过高利贷的依据，因此他们放弃了这一线索。由于没有任何收获，警方只能通过最原始的办法，挨个走访附近的住户，寻找可能的目击者。经过数小时的努力，警方终于获得了一个关键线索。根据一位目击者描述，事发那晚11点20分左右，他在内森家附近遛狗时看到了一辆某品牌的黑色轿车。虽然他无法确定这辆车是否与谋杀案有关，但在听到枪响后，这辆车很快离开了。当时汽车的驾驶员没有开灯，而且速度很快，几乎全速冲出了他们所在的社区。目击者的描述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于是他们再次询问了米歇尔是否知道有谁拥有类似的汽车。然而米歇尔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些不愿回答。在警方的再三追问下，米歇尔才极不情愿地表示，一名叫麦克的男子拥有一辆同品牌同型号的汽车。看到米歇尔这样的表现，警方怀疑他可能隐瞒了某些事情，于是继续追问了两人之间的关系。根据米歇尔的说法，他和麦克都在一家销售公司上班，最开始两人只是普通的同事，但后来由于内森去了伊拉克执行任务，他感到有些孤单寂寞，于是就与麦克成为了精神伴侣。米歇尔坦言，他很享受与麦克的暧昧关系，因为那段时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，无人诉说，而麦克十分贴心，愿意成为他的倾诉对象，所以两人的关系较为密切。不过他们只在精神层面有过交流，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。警方对米歇尔的说法有些怀疑，虽然他们不怎么相信两人只是精神伴侣，但就两人的暧昧关系，警方有理由怀疑麦克具有作案嫌疑，于是他们深入调查了麦克的个人背景。根据调查结果，时年36岁的麦克有过多次犯罪前科，他从青少年时期就经常出入监狱，是个不折不扣的惯犯。此外，麦克名下也确实有一辆与目击者描述相同的汽车，于是警方在案发第二天将麦克带到警局进行了询问。Todd Williams. Nice to meet you. Any questions you guys have, I'm willing to answer. 根据麦克的说法，他以前确实做过很多违法的事情，但现在已经改过自新，过上了正常生活。至于与米歇尔之间的关系，麦克做出了相同的回答，表示他们只是精神伴侣，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。尽管警方不相信这种说法，但由于没有证据，所以他们略过这一点，直接询问了麦克在案发期间的去向。然而麦克的回答超出了所有人预期，他讲述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但又没有办法反驳的事情。根据麦克的说法，事发那晚9点左右，他在沃尔玛购物时遇到了一名叫香农的成人影星。当时麦克感到非常兴奋，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搭讪了香农。然而没有想到的是，最后竟然成功了。香农被他的风趣幽默所吸引，两人聊得十分愉快。在此期间，麦克提出了进一步交流的想法。经过香农同意后，他们在晚上10点30分左右去了拉斯维加斯机场附近的酒店共度2宵。那晚他一直和香农在一起，没有去过其他地方。
麦克的这种说法，一般人都会产生怀疑，更别说经验丰富的警方。当然，麦克也很清楚这一点。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，麦克拿出手机向警方展示了一段他与香农的约会经过。警方仔细检查了麦克拍摄的录像，确信那晚他和香农有过约会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警方还是联系了香农，求证了这一点。得到的答复是，那晚他们确实在一起，并且麦克从没有离开过。尽管警方仍然认为麦克具有作案嫌疑，但由于香农亲口证实那晚他们一直在一起，而且还有约会录像加以证实，所以警方没有办法，审问结束后便让麦克离开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警方尝试了各种办法寻找新线索，但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。最后无奈之下，他们通过媒体向当地民众发出了求助。原本这种方式属于最后的手段，警方也没有抱有太大希望，但没想到新闻播出后不久，他们很快收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。2010年12月7日，案发7天后，先前为麦克作证的香农突然来到警局，讲述了一件震惊的事情。 What I was asked to do did not involve anything to do with murder. 根据香农的说法，12月1日，也就是案发那晚，香农应朋友杰西卡邀请参加了一场家庭派对。当时在场的还有2名男子，一个是杰西卡的男友科里，还有一个就是嫌疑人麦克。一开始香农认为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派对活动，也就没有多想，但实际上这其实是杰西卡设计的圈套。杰西卡首先在派对中让香农吸食了违禁品，然后趁着香农飘飘欲仙之际，提出了一个帮忙的请求。大概是科里和麦克最近盯上了一伙毒贩，这些人手里有很多违禁品，还有不少现金，所以麦克和科里打算黑吃黑抢劫这伙毒贩。不过在作案之前，他们需要做好充分的预防措施，也就是制造不在场证明。按照杰西卡当时的说法，香农不需要知道具体的作案目标，也无需参与犯罪，只需要遇到警方盘问时一口咬定今晚一直和麦克在一起，他就可以获得5000美元的报酬。当时香农已经吸食了违禁品，精神有些亢奋，加上他认为毒贩事后报警的概率很小，而且还能拿到报酬，所以香农想都没想，很快答应了。等商量好具体的口供之后，科里和麦克很快离开了派对。大约晚上11点30分，杰西卡接到了科里的电话。虽然香农没有听到科里在电话中说了什么事情，但通话结束后不久，杰西卡就点燃了家中的壁炉，还烧了很多热水。香农推测，这可能就是科里在电话中交代的事情。大约又过了10几分钟，麦克和科里回到了举办派对的住所。两人刚刚到家，就把身上穿的衣服扔进壁炉，然后到浴室清洗了身体。做完所有事情以后，香农按照事先约定，跟着麦克去了沃尔玛超市假装偶遇，然后又到附近的酒店开了一间房间。为了让不在场证明更加逼真，麦克拍下了两人的约会经过。香农之所以配合麦克做这些事情，完全是为了赚取5000美元报酬。最开始他真的认为科里和麦克只是抢劫了毒贩，所以当警方第一次询问时，他才没有讲述实情。直到后来香农在电视上看到了内森的遭遇，那时他才恍然大悟，意识到科里和麦克犯下了这起谋杀。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帮凶，香农第一时间找到警方，讲述了这段遭遇。香农的最新证词让警方掌握了重要证据，随后他们立即以谋杀罪逮捕了麦克和他的朋友科里，以及科里的女友杰西卡。面对警方的指控，3人均表示认罪，不过他们都弱化了自己的罪行，把主要责任推给了其他人，尤其是麦克还将内森的妻子米歇尔牵扯其中，表示米歇尔才是幕后的主谋。但在后续的审问中，米歇尔否认了这一点，他讲述的版本主要把矛头指向了麦克。根据4人的口供以及其他线索，警方拼凑出了最接近真相的犯罪经过。米歇尔与内森的婚姻并不像外人看到的那样幸福美满，尽管内森是个顾家的男人，也尽了最大努力让家人过上稳定生活，但由于工作原因，内森时常在外执行任务，所以他无意冷落了米歇尔。由于经常得不到关爱，米歇尔就对内森产生了不满。随着负面情绪一天天的积累，米歇尔最后忍不住把自己的私事告诉了几位同事。这些事情最后传到了麦克那里，于是麦克利用这一点主动接近了米歇尔。最开始麦克的目的可能只是想与米歇尔建立不正当关系，
但随着两人交往的深入，麦克经常听到米歇尔抱怨他们家的财务问题，还听到内森有一份65万美元的意外保险，这让麦克看到机会，从而产生了杀死内森从中获利的想法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麦克给米歇尔分析了杀死内森的好处。首先，内森是一名现役军人，如果他意外去世，政府会给家属支付2笔不菲的抚恤金。其次，内森还有一份65万美元的意外保险，这2笔钱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，所以只要内森去世，米歇尔的财务问题马上就会迎刃而解，而米歇尔只要愿意分享赔偿，麦克就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。实际上，米歇尔和麦克各自心怀鬼胎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麦克想要分一份赔偿，而米歇尔也想找人杀死内森，不然他也不会告诉麦克内森有一份意外保险。反正不管怎样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共同策划了这起谋杀。在准备动手之前，麦克做了周密的计划。考虑到内森是一位现役军人，麦克担心自己一个人难以完成谋杀，于是他找到了曾经的狱友科里。科里和麦克一样，都有过许多犯罪前科，因为经常与警方打交道，科里对警方的办案流程非常了解，所以两人经过商量后，就有了制造不在场证明的主意。而科里的女朋友杰西卡也被拉入了犯罪团伙。2010年12月1日晚上10点左右，麦克和科里在做好准备工作后，驾车来到了内森家附近提前埋伏。原本内森出门的时间大概在晚上10点30分，但由于米歇尔担心时间太早，路上可能会有路人，于是他临时改变计划，偷偷取消了内森设定的闹钟。晚上11点30分，不知所以的内森从睡梦中醒来，当他来到车库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时，科里和麦克突然闯进了车库。原本他们计划先把内森绑架到沙漠，然后再实施谋杀，但内森是一名军人，不可能束手就擒。在准备进行反抗时，科里和麦克当场打死了内森。作案结束后，两人迅速驾车逃离了现场，而米歇尔则上演了影片开头的一幕。2015年9月，内森遇害4年后，本案开庭审理。主谋米歇尔因1级谋杀罪和共谋罪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帮凶麦克和科里也得到了相同的罪名，被判处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科里的女友杰西卡由于犯罪情节较轻，加上认罪态度良好，她仅被判处共谋罪，获得缓刑，具体的刑期尚不清楚，但通常最高不超过5年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